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距离上一代 iPhone SE 3发布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很多人也在期待 iPhone SE 4的发布。早在今年的4到5月份，网上就已经出现了非常多关于 iPhone SE 4的详细爆料，包括外观设计、屏幕尺寸、摄像头参数等等。屏幕尺寸较之前有所不同，达到 148.5×71.2×7.8 毫米，机身重量166克。屏幕材质为 6.1 英寸 LTPS OLED 刘海屏，仅支持60赫兹刷新率，由京东方提供。外观设计方面，7000系列铝合金，前后玻璃背板，正面看起来类似 iPhone 13小刘海屏，支持 Face ID 解锁，背面看起来则更像 iPhone XR， 不具有磨砂手感。单摄像头设计，主摄参数为 IMX503， 2.55英寸 f1.8 光圈。摄像头功能支持 1080p 电影模式、Deep Fusion 深度融合、智能 HDR、AI 场景摄影、人像模式，但不支持夜间模式。处理器是 A16 Bionic 芯片，高通骁龙 X70 基带，苹果 U1 UWB 芯片。运行内存 6GB LPDDR5， 存储空间 128GB、512GB， 连接为 Wi-Fi 6、蓝牙 5.3、USB-C 接口 2.0 速度。电池是3000毫安时电池，部分消息源称是3279毫安时。20瓦有线充电，12瓦无线充电。参考此前网上曝光的配置， iPhone SE 4大概是 iPhone 14的减配版，主要在屏幕和摄像头地方缩水了。不过最新消息却称 iPhone SE 在背板制造工艺并非采用类似 iPhone 14的设计，而是与9月发布的 iPhone 16标准版系列完全相同。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有分析认为，随着 iPhone 14机型的生产逐渐接近尾声，苹果有可能选择采用其更先进的后壳底盘工艺来生产更实惠的 SE 机型，以便在生产时实现规模经济。值得注意的是， iPhone 16系列预计将采用全新的垂直摄像头排列方式，与 iPhone 15系列的对角线排列设计有所不同。这种改变旨在让 iPhone 16标准版能够支持空间视频录制功能，为 Vision Pro 头显提供更丰富的视觉体验。至于 iPhone SE 4是否会同样采用双摄像头设计，目前尚无确切消息，但采用与 iPhone 16相同的背板工艺的话，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近日，手机芯片产业资深人士透露，台积电的2纳米芯片大规模量产计划已被延迟至2025年年底。台积电作为苹果芯片生产商，这意味着今年发布的 iPhone 16和明年发布的 iPhone 17系列都无法用上最新的2纳米技术，或继续沿用当下的3纳米的 N3 系列工艺。而真正的2纳米技术飞跃，消费者需待 iPhone 18系列面世时方能体验。根据台积电的工艺排序计划，3纳米的 N3 工艺会有好几个改进的版本，包括 N31、N3P、N3S 和 N3X， 将在未来几年内推出。目前 iPhone 15 Pro 系列采用的 A17 Pro 采用的是 N3B 工艺，也是苹果和台积电牙膏级猛了的作品。刚发布那会儿，发热量巨大，第一批购买手机的用户感知非常的明显。有外界推测，苹果还有一款采用 N31发热量没那么大的 A17 芯片， N3 工艺至少要用3代。至于2纳米工艺的芯片用到 iPhone 18系列也是情理之中。郭明基预测，苹果在2024年下半年将为 iPhone 16系列准备约8700万部，这比2023年为 iPhone 15订购的9100万部要少。他指出，尽管某些供应商可能面临追加订单，但从整体组装和制造服务的角度来看， iPhone 16的订单量仍略低于 iPhone 15。Jeffrey 想起了早前刷到的一段关于 Apple Watch 的视频，其主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好的交互设计应该是无感的，这种无感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在你毫无感知的时候就是它最完美的状态。一旦你时时刻刻都关注起自己的呼吸，那就不是一种舒适的体验了。Apple 产品不论电脑、平板还是手机，它没有那么多的型号让人挑花眼，这原本不足为奇。Windows 不论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各种处理器型号，各种核显和读显型号，各种各样不同规格的内存条，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主板和电源，这些零部件门排列组合起来有无数种可能。
在平板电脑和手机领域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作为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简简单单买一件回来使用，为此非要把自己修炼成电脑选购专家、手机选购专家以后才能买到合适的产品吗？然后再看看 Apple 简练的产品线 ，Mac OS 电脑每年也就那么几台。iPad OS 的平板和 iOS 的手机也都数量有限，根本不需要挑花眼，对于选择困难症患者太友好了。Apple 产品不论 Mac OS、iPad OS 还是 iOS， 在操作系统交互功能设计上都非常考究，但是现阶段我确实已经过于熟悉而感受不到了。但是我可以准确描述 Apple 产品的操作系统功能交互设计，在追求一种符合直觉且老少皆宜的入门使用方式，例如将 iPhone 给完全不会用手机的老头老太太，或将 iPhone 拿给刚刚开始探索世界的婴幼儿，只要他们主动对其稍加探索，就能学会基础使用，在更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中也不会出任何乱子。而安卓手机就不一样了，把它们交给老头老太太自主探索使用，不出3天时间，就会被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一堆软件塞满屏幕。安卓系统似乎默认了它的用户群体都是一群热衷于玩手机的搞基少年，忽视了只管拿来使用却无心折腾的用户群体。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除了以上所述，你觉得苹果产品还有哪些细节打动了你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